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今天我们要去看2021年的洛杉矶汽车展 LA Auto Show。听说今年有很多新的电车要出布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参观吧。走进去看到第一个牌子就是 Fisker 和它的新的 SUV 叫 Ocean， 海洋的意思。起价是$37,499，加了政府的优惠，可以低于3万块美金。底配可以达到250英里的里程数，有275匹马力，0到60可以达到6.9秒。最高配可以达到350英里的里程数。除了底配以外，其他的版本都有全能启动，2个马达，有540匹马力以上，0到60可以达到4秒钟。低配版本可以拖2040磅，全能启动的版本可以拖4000磅。后面的灯非常细，有点像钢铁侠的眼睛。后面的窗户叫 Doggy Windows， 专门给狗设计的。里面的内部非常检测。中间有个17.1英寸的屏幕，独特的一点是这个屏幕可以从直的转到横的。Fisker Ocean 叫海洋，因为它用了很多回收的材料，像回收的塑料瓶、钓鱼网和 T 恤衫。它的钢圈用了很独特的回收碳的材料，因为这只是模型版本，所以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整的做好。很酷的是看到 Henrik Fisker 在采访的时候。Henrik Fisker 是一个著名的汽车设计师，他以前设计 BMW Z8、Aston Martin DB9。这是保时捷的全系的 Mission R， 是他们的全电的 GT3 赛车。然后这台车是我今天最想看的车子，所以有点很 excited。这台车有429匹马力在前面，然后644匹马力在后面，所以总共有1073匹马力。但在赛道上跑的时候，只会用到671匹马力，为了增加里程数。然后这台车0到60可以跑到2.5秒，最高速度可以跑到186 miles per hour， 然后有一个80 kW 的电池。可以跑30到45分钟在赛道上面，它有一个900 volt 的快速充电，可以充80%在15分钟之内，这样可以在赛道上跑一个周末会没有问题。然后这台车的样子和尺寸有点像现在的 G18 Cayman， 比较宽一点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已经装好的相机。所以在赛道上跑的时候，或者在比赛的时候，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。那现在还在研发阶段，然后这台赛车可以真正卖给客人的时候是2025年到2026年。这是我看到其中最美的一台车子，从每个角度、形状和尺寸都非常好看。Mission R 大部分是用环保的塑料做的。在赛道上可以跟现在的911 GT3 Cup 的单圈时间对比。它旁边没有镜子，是用摄像头来代替的，这样会比较有效率。很厉害的一点是，保时捷的工程师解决了电池在高温的时候降低性能的问题，这叫 derating。这个设计很有可能是以后的718 Cayman 的设计。如果这是对的话，我会很期待全电的新718 Cayman 出布。很独特的一点是，它里面可以用来开模拟赛车。保时捷也推出了新的 Taycan Cross Turismo GTS， 这一款是在 4S 跟 Turbo 的中间。Cross Turismo 是它的 Wagon 的版本，车厢的空间会比较大，会比较实用。它有个 93.4 kW 的电池，有2个马达，可以产590匹马力，0到60可以跑到3.5秒，但是保时捷的数值是比较保守的，所以可以减0.4秒钟，说0到60应该是可以跑到3.1秒。里面的配件跟别的 Taycan 蛮像的，椅子上有一个很大的 GTS 标志，让大家知道这是哪一款 Taycan。起价是134650。
福特在 LA Auto Show 做了一个小的赛道，让你体验 Mach-E GT 和新的 F150 Lightning。福特 F150 Lightning 是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一台车子，因为 F150 是全美国卖的最好的车子，起价是39,974美金，还有政府补贴会更便宜。底配的电池可以跑230英里，更大的电池可以跑300英里，全部都有2个引擎，有426匹马力，更大的电池有563匹马力，2个电池都有775磅的扭力，也有 DC 快速充电功能，在44分钟可以充15%到80%。很酷的一点是 F150 Lightning 可以当成一个家庭备用的电池，可以供一家人3天的电，这个在紧急情况的时候非常有用。内部跟普通的 F150 很相像，不一样的是中间有一个12英寸的屏幕，这个屏幕跟 Mach-E 的屏幕很相像，上面还可以玩游戏，有 CarPlay、Android Auto 和 Wi-Fi Hotspot， 里面也有 B&O 音响。方向盘前面的屏幕颜色和清晰度也非常好，后面的空间也非常宽敞，坐2到3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椅子下面也有储存空间。这是 Platinum 版本，所以里面有豪华的配件，像这个可以冷却的杯架，只有 Platinum 版本才有。屏幕下面有一个无线充电板，屋顶有一个 Panoramic 玻璃。前面的 Front 可以自动开，里面的空间也非常大，有14.1立方英尺。刚看完这个 F150 Lightning Platinum， 你觉得里面空间做得很舒服，很大，然后质量都还不错，然后性价比也非常高，因为价钱起价是4万以下，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。Linda 张是 F150 Lightning 的总工程师，很酷。这台车可能看起来很旧，但是里面有一个 Mach-E GT 的电池和引擎。这台车叫福特 F100 Illuminator， 这可以代表古老的车子，也可以用福特的电马达转换成电车，这样可以同时收藏古老的风格，也一样可以环保。还有一台很美的 Ford GT Heritage Edition， 它的颜色是跟1964年的 GT 模型一样的。深蓝色配白色。Toyota BZ4X 是 Toyota第一台全电的 SUV， 这台车跟现在的 RAV4 差不多大小。这台车竞争对手是 Chevy Bolt EUV、福特 Mustang Mach-E、特斯拉的 Model Y 和大众的 ID.4， 起价是37000美金，不加政府回扣，有前轮驱动的201匹马力和全轮驱动的215匹马力，里程数可以跑到250英里。全轮驱动的0到60 miles per hour 可以跑到 7.7秒，设计非常现代和体育型，前面、旁边和后面用了很多线条，给这台车更有性格。轮胎上面的黑色给这台车更有越野的感觉。前面基本上没有 grill。2022年的 Toyota Tundra 有很多新的科技，里面的内部也做得更豪华，跟着现在汽车行业里面的设计潮流，它的 grill 变成更大，感觉更强壮，起价是37645美金。这台车非常大，有一个新的6.5英尺的后面。新的 Tundra 不会有8缸的引擎，会有一个6缸的电油混合的系统，可以产437匹马力，583磅扭力，可以达到22到24 mpg。看它底盘可以看到这台车有多大，和它很多不同的科技。橘黄色是它的电油混合的电池系统，里面的内部做的比较好看，按钮材料做的比较精致，也有更多科技。中间有一个14英寸的屏幕。上面屋顶有一个很大的玻璃，后面的空间也非常大，坐2到3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。
Toyota 还展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超前的 concept， 像这个全电的 Rhombus。全新的 Range Rover 出来的时候会有2个引擎，一个是 4.4 liter 的8缸，有523匹马力，533磅的扭力，还有一个 3.0 Turbo， 有一个轻的电油混合的系统，有395匹马力，406磅的扭力。2023年有一个电油混合的系统，有一个 31.8 kW 的电池，还有一个141匹马力的全电马达，加了它的 3.0 Turbo 的6缸引擎，它可以跑62英里，光用电的马达。2024年有一个全电的版本，为了减少重量，大部分的车身材料都是用铝的。虽然大部分买 Range Rover 的人都不会去越野，但是 Range Rover 还是有很厉害的越野能力。它有一个科技叫 Dynamic Response Pro， 它会用地图的数据来调整汽车的悬架。我现在坐在新的 Range Rover 里面，感觉好像走进一个很豪华的像 Hermes、Burberry 的商店一样。方向盘的材料和皮做得非常精致，非常高档。前面的屏幕颜色和清晰度都非常好。中间的设计和按钮都非常检测，很漂亮，也很豪华。这个按钮可以让你选越野模式，上面这个灯像一个写字桌的台灯。新的屏幕设计风格有点浮起来的感觉，让这个屏幕感觉是一个单独的配件。它的 UI 做得还不错，很敏感，也蛮好用的，但是没有 Tesla 和 Rivian 那么简单可以拿手。它会有 CarPlay、Android Auto 和 Amazon Alexa。第2排可以像 VIP 享受很大很豪华的空间，也有2个屏幕。屋顶有很大的一块玻璃，可以让坐后面的人享受天空的风景。想进第3排很方便，按一个按钮，它会把第1排跟第2排的椅子都往前面推，不小心把前面坐的司机的人推出来了。车厢有2个门，上面一个门和下面的门都可以自动开。车厢底下还有2个椅子，装好以后可以坐上去享受野外。总体来说 ，Range Rover 的设计风格很像皇宫里面的豪华。新的 Nissan Ariya 是他们的全新的全电 SUV， 起价是$45,950，有214匹马力，221磅的扭力，有一个91 kWh 的电池，300英里的里程数。高配的 Platinum E-Force 有389匹马力，442磅的扭力，265英里的里程数。车厢有 16.5 立方英尺的空间，比较独特的一点是里面很多部分都可以移动，来调整里面的空间，像中间这一块可以移前和移后。这些按钮是在木头里面的，屋顶也有很大的一块玻璃。方向盘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屏幕，有点像现代的宝马 i4 和 iX。前面还有一个可以收回去的桌面，后面的空间坐2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。新的 Nissan 400Z 把以前传统最好的风格和现代的设计混在一起，做得非常漂亮。它有一个 3.0 liter Twin Turbo V6， 可以有400匹马力，350磅的扭力。现在在全新的 Nissan 400Z，觉得很不错，很多现代的科技，像很多屏幕，但是它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 Z 的设计风格，像上面3个表，然后外形的总体形状，一眼看就知道是一个 Z car， 还有手排档，所以很不错。我觉得很多 Z 的粉丝会很喜欢这台车。
Kia 7的模型是很独特的一台车，它使用 Hyundai 和 Kia 的 eGMP 平台，有800V 的系统，可以用350 kW 的快速充电，在10分钟左右可以充0%到80%，有300英里的里程数。这台车的设计风格是为自动驾驶为主的，希望做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，像一个家一样。它有很大的椅子，还有很多像家具的配件。它前轮放在非常前面，然后后轮放在非常后面，这样可以增加中间的空间。中间没有 B-pillar， 会感觉比较开旷。它也用了很多环保的材料，像竹子。它的椅子的材料是抗菌的，门上还有2个像蜡烛一样的灯。Hyundai Ioniq 5是 Hyundai 的新电车，起价是$45,000，它也使用 Hyundai 的 eGMP 平台，也有800V 的系统，可以充0%到80%在18分钟，里程数是从258到290英里，有225到320匹马力。0到60可以跑到5.2秒。它有一个系统叫 Highway Driver Assist 2，这是 Level 2的自动驾驶，可以在高速的时候帮你保留和换道。里面的设计比较检测，也很高质量。里面的配件都是用环保的材料，设计风格有点像家庭的感觉。Hyundai Ioniq 有点像 SUV， 但是没有 SUV 那么高，所以它是在 SUV 和轿车的中间。后面的车厢也蛮大的，车后灯和前灯有很多很独特的方块，还蛮好看的。Hyundai Ioniq 5是比较注重舒服，通过同样的平台 ，Kia 的 EV6 是比较注重体育型的。Kia EV6 起价也是$45,000。它也是使用 eGMP 平台，它马力可以从167到576匹马力，看哪一个版本。独特的一点是，只有在 Kia EV6 有 GT 版本，0到60可以跑到3.5秒，不像 Hyundai Ioniq 5的方块设计风格 ，Kia EV6 比较流线型。以前宝马 M 部门的领导，现在是 Hyundai 和 Kia 的研发部门的总经理，所以 Kia 和 Hyundai 的车子以后会很注重运动型和性能。Kia 还展示了他们大型的全电 SUV EV9。新的 Corvette Z06 有一个 5.5L V8 的引擎，有670匹马力，460磅的扭力。为了在赛道上跑，它的底架有加固。为了减少重量，它的整个钢圈都是用碳纤维做的。整台车只有3434磅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。好，下次再见。好，拜拜。